好，中国大陆不断在拓展全球的经贸上面的影响力哦。你看到像是洪都拉斯啊，现在也是获得了这个经贸大礼包，因为这个李强也跟这个洪都拉斯的卡斯楚见了面，还说要尽早开启中洪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也欢迎说洪都拉斯成为“一带一路”的新成员。那在白虾之后，现在大陆也准许了洪都拉斯香蕉、咖啡豆的进口哦，所以他这一行除了跟习近平的会晤之外，也跟中方签订了一系列的这个协议哦，所以白虾这些水产品啊，都可以接下来可以卖到中国大陆。还有呢，这个海关总署呢也公告，就说即日起也允许说这些香蕉、咖啡豆也都可以进口了。那所以中国大陆跟洪都拉斯签了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现在贸易啊、基建啊，都等于说挂了保证哦。对于洪都拉斯接下来的这个经济发展，可能也会有蛮大的注意的。再来，另外这个巴勒斯坦哦，也在随后来到中国大陆的访问，所以我们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啊，因为积极在扮演中东的这个协调调停的这个角色，所以巴勒斯坦的主席阿巴斯哦，也算是第5度访问中国大陆，在6月13到6月16号来访问，那由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邓丽来到场迎接。汪文斌也提到啊，讲说这个阿巴斯哦是中方2023年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啊，那当然大家也会引发后续的一个想象空间啊，是不是巴以的和平就更有一个谈的这个空间跟机会了？所以我们看看秦刚跟这个巴勒斯坦的外长碰了面，他说中东发生了这个深刻的变化，加强战略自主是人心所向，中国会为解决巴勒斯坦的问题贡献智慧跟力量哦。所以现在他访中之后，北京也寻求继续扩大在中东这边的影响力哦。北京现在目前的战略地位哦，因为这个巴勒斯坦这边哦也是这个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北京也可能可以透过巴勒斯坦这边来帮助这个跟以色列进行和平的谈判。那中东的能源资源也正是中方哦来强化中东外交攻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阿拉伯这个沙国这边哦，中阿的合作论坛第10届这个第10届的企业家大会也闭幕了，在各领域现在合作看起来前景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是在6月11到12号的时候在利雅得已经举行了。那3500名来自这个中国跟沙国的这个业界领袖代表签署了30多项的这个协议哦，总价值超过700亿元的人民币。所以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是好像不理西方啊，所谓的西方就是不理你美国啊，所以大家都是要赶紧的把这个经济经贸给冲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100亿大单哦，沙国讲得很直接啊，沙国的这个大臣能源大臣讲说，我们不要理会西方对中沙关系日益增长的猜疑哦，希望跟中方合作而不是竞争，因为商人就是这样子嘛，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哦，所以接下来这个经贸往来也可以更加深化中沙两国的关系。你看看他们的这个能源部长就讲啊，讲说世界上最好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我们来听听。我们非常渴望建立起世界范围内同中国建立起引领世界的这样的榜样式的引领性的这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是我们合作与世界合作中优先考虑的方向。我们同中国的合作也一定会给沙特带来更大的成果。对，刚刚这个声音是这个同步口译的声音哦，不是他会讲中文哦。不过他讲完之后，在座也是爆起如雷的掌声哦。所以他们说也希望有更多的品牌技术来进入到全球以及中国的市场，那希望能够尽早的访中哦，这是他们的沙国投资大臣所说的。所以呢，现在中阿呢要开启这个新丝绸之路哦，因为中国正在推行“一带一路”嘛，也为中国跟沙国企业创造了一个新的机遇，这是2030的愿景计划。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其实整个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基本上他们现在这个战略转移啊，就是把美国进一步赶出这个中东地区，然后大力的迎接中国的这个经贸力量，甚至经贸以外的力量一起进入到中东啊。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发展的一个现实跟这一个趋势啦。我想原因的话，当然是从中东各国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利益出发的，不是有什么外界环境正在快速变化。那么外界环境的快速变化那么造成他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这个外界环境最大变化就是美国退出中东，实际的力量退出去。
然后中国大陆展现了强大的经贸还有基建能力。那在这个情况，这个中东掌握了整个历史机遇哈，做一个趋美迎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一个动作，而且动作非常的快，而且动作非常的大。那我想美国现在你看他过去这个 Sullivan 5月去，6月在这个 Blinken 去基本上他们这个非常非常的忧心，可是后来都没有结果反而造成这个整个尤其沙特为主他们对外更明确的发言，就是要欢迎中国大陆进去。那巴勒斯坦看到这个改变他也一定要抓住机会的所以这个时候不抓住机会的话，那什么时候抓住机会？因为中东过去在美国，尤其美国继承这个英国在中东影响以来，基本上就在挑拨中东2大国之间的矛盾，就是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撮合，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已经握手言和，甚至一起来合作。所以呢，这个时候只要一个团结的中东，尤其是阿拉伯的世界回教的世界。因为虽然说阿拉伯世界可能不包括这个伊朗，可是回教世界可是包括伊朗。现在逊尼派跟这个什叶派捐弃前嫌的话，回教力量基本上团结了。那阿拉伯世界的话，过去有什么？因为这个伊朗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现在阿拉伯世界也开始团结了。第一个，你看这个叙利亚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都基本上都跟沙烏地阿拉伯、沙特也都和解了。所以整个现在中东的，我们看它对外的关系暂不谈，它内部是回教力量的一个团结，跟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2大强权伊朗跟沙特2国之间的这个捐弃前嫌，然后共同合作。这个情况下，一定对这个巴勒斯坦这个的局势会产生非常非常结构性跟决定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我想巴勒斯坦他回过头来，他要看到真正现在慢慢能够主导中东发展方向，同时呢，对于伊朗跟沙特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这个区域的2大强权。所以他到中国大陆来，一定是为了巴勒斯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整个中东的权力结构的移转跟对外关系取向的移转事实上整个起来对中国大陆有利的。那这个整个就是说一盘棋看来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一场较量跟斗争的话，现在在中东这一块区域来讲的话，美国已经节节败退了。那所以说，大陆有学者这样讲说解决美中斗争、解决台海问题的第一块美国陷落的版图就是中东。那中东过去美国是怎么样？是要战略移转，把它的军力实力都从中东移到什么？移到东亚，移到印太来。现在美国面临两难，你是不是要再回头到中东？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扭转这个趋势的话，美国经营了几十年的中东以后就是中国大陆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贸易上重镇，那会影响整个世界权力这个平衡的一个格局。好，来请教赖老师。中国大陆跟洪都拉斯我们看他们的进展非常快，建交马上就参加了"一带一路"。那李强现在跟洪都拉斯的总统提到了有关于加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我们也看到昨天就宣布了，洪都拉斯的咖啡豆香蕉还有养殖白虾，马上就可以进入中国大陆了。所以这个会产生示范效用，对于在加勒比海、在拉丁美洲，还有在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跟台湾有邦交的国家，我觉得他们会看在眼内，这个情况会一直加速。在中东地区里面过去沙特阿拉伯它依赖美国2项，第一项就是它是石油最大的买家，那现在这一项已经不再存在了。相对来说美国成为沙特的最大的石油竞争者。第二个，在过去安全上依赖美国，
但现在这个也被中国大陆把引线拆掉了，也就是沙特跟伊朗关系的和缓，重新恢复邦交，铺设大使馆，重建这个新设的这个8国的联合海军，也就是伊朗跟沙国带头的联合海军，就把美国的第5舰队排除在外了。对，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空间被压缩了。虽然沙特的外交部长还是强调说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很好，但是呢，你要我们远离中国，我们做不到。我们不但不会远离，我们还会更加的靠近。然后4个经济特区还会跟中国有更多的来往。然后他的石油部部长说：“我不会在乎你美国，还有你欧洲人怎么看我们，中国就是我最重要的朋友。”那你可以看到，那他是谁呢？他是现在的王储的哥哥，所以他也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那他的态度已经表达很明白。那沙国的投资部的部长说：“我希望我很快的就到中国大陆去，他要到香港，要到大陆去访问，因为他要带动更多的投资。也就是说，大陆的企业到沙特阿拉伯来投资，沙特阿拉伯要到中国大陆投资，所以相互的插股。这个相互的插股，这个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的话，它的未来的经济产业的发展，那当然就更加的兴旺，因为他知道他的油会有挖完的一天。那他未来该怎么办？所以他现在利用他巨大的财富，他去选拔非常好的标的，选拔非常好的未来的产业，包括电动车、太阳能板等等，他全部都在介入，然后都在布局。这个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好处？中国大陆可以获得庞大的资金，很快的让企业发展更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相互的插股，所以中国大陆电动车或者很多的这些电器用品，慢慢的就会把这个日本、韩国或者欧洲的市场就挤出去了。因为当他们相互插股了以后，这些产品更容易卖到中东地区去。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讲，给巴勒斯坦带来温暖，也就是邀请巴勒斯坦的总统去访问。这个就是开始要拆解以巴之间的问题，这对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所有的穆斯林世界都在看这件事，而中国已经开始要进入调停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让巴勒斯坦它本身的权益获得保障，这个绝对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对中国大陆会更加的靠近，这个已经是美国人所挡不了的事。好，杨老师。我觉得这一次的洪都拉斯的这个总统他先从上海进去，然后呢去看了就是许多的就是说签了很多的协议我是担心会有后续的骨牌效应的。我们现在在中美洲还有2个邦交国，在这个就是南美洲还有1个，加勒比还有4个，那这加起来总共7个邦交国都是很小，对南美洲那个是最大的。那因此之后会不会有骨牌效应，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他们所需要现在整个中美洲甚至全世界全球南方的国家，就是要经济上的援助，而且新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有架构、有持续的经贸上的往来。那只有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那在今天的全世界能够提供这样子，不只是基建的一带一路市场以及采购，以及帮助它整个经济的提升。过去台湾也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就是说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外交战，他基本上看到它一个新的经济的机会。对，那这样子的骨牌效应，我觉得会出现的，而且。不管你台湾现在接下来2024选举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台湾可能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不论谁蓝绿哪个阵营上来，可能都要面对很清楚很多断交的这个。因为这个摆出来的已经不是说他要不要再去问这些其他的国家，我们的邦交国，你要不要跟我建交？不是，这邦交国已经知道这个大的趋势了嘛，对不对？那美国也守不住了，美国没有办法帮我们再维持了，美国自己本身都拿不出公共财出来了。至于说这个中阿合作论坛很清楚嘛，你看布林肯上礼拜去阿拉伯这个沙特阿拉伯做了3件事情，让美国这个非常不高兴同一天，伊朗的大使馆开幕，然后呢前一天打电话给普丁，感谢你在 OPEC Plus 的跟我们沙特的合作，然后呢几乎也是同一天，
迎接来自于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马杜罗。对，这3个都是美国非常不喜欢的，给他多大的这种就是下马威啊！这个王储小王储做事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么狠。然后不止如此，因为你美国已经离开打了大概几十年的战争，花了7兆美元，造成几百万的中东穆斯林的死亡，从波斯湾战争到这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叙利亚战争，对不对？各个层面。那现在大家一算起来，通通都是美国背后在整个推动，所以现在美国自己离开，造成了一定权力的真空之后呢，谁来递补？那就是那个3月10号，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在北京所同意的要共同恢复大使馆建交的这样一个协议，也就是习近平提的全球安全倡议，共同合作这个综合、可持续、不可分割的安全。那这个时候巴勒斯坦来，也就是来呼应这个东西。那同时呢，也就透过这个中沙论坛的企业家峰会里面30项协议，100亿美元的这种就是这个投资，表示中国也进入来了。但是进入来的是帮助大家赚钱，帮助大家稳定，帮助大家经济发展。你这种高下一比就很清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哦。秦刚跟布林肯通上电话了，而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是讲说，秦刚应约与布林肯通话，采话头提的是台湾问题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其实是中方的这个媒体哦，先在这个等于是外交部中方的外交部官方建制的微信公众号，先发布了双方通电话的相关的消息。过了10分钟之后，布林肯才在自己的 Twitter 上面发了推文哦，就讲说今晚与秦刚通了电话，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会持续努力哦。但是中方这边讲的这个媒体讲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就说现在中美关系遭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责任是清楚的，就转述了这个秦刚表达出来跟布林肯所表达的核心关切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来阐明这个严正的一个立场哦。那布林肯他的推文下面还有一个人去留言，是季辛吉。季辛吉他怎么讲呢？他是说希望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持续的改善，这个100岁人瑞的这个劝告啊，这希望美国现在目前的当权者真的能够听得进去。再来，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不是也正在做一些预做冲突上面的准备，一直不断的喊出现在极端的状况，中国要这个进行一些相关的准备啊。从5月底以来，习近平已经2次要求国内对他所称的极端情况或状况要做好准备。华尔街日报讲说，这个是2度半个月来2度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港媒《明报》也是提到说，这个习近平讲全球的产业链跟中国脱钩做准备。所以中国大陆的学者金灿荣讲，这个习近平提到的极端状况指的是什么？就是战争的危险。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在做相关的预备动作了，而中国大陆也有这个降息哦，就说要让投资者再有理由来购买这个人民币的债券，所以央行7天期的逆回购中这个其中这个利率从2%降到了1.9%所以让这些财经界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所以他们讲说这可能是让这个中国的主权债务看起来更加有吸引力，所以采取了一些这个降息的措施。那中国大陆在香港发行了120亿元这个人民币的国债，然后全年预估是要发行300亿元。那世界银行也上调了今年中国的 GDP 增速预估会到达5.6%左右。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连巴基斯坦也首次使用人民币来购买俄罗斯的原油。这个过去以美国作为这个支付的状况已经开始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巴基斯坦的石油部长提到他说根据巴基斯坦跟俄罗斯在今年4月份的协议这一次采购的石油是10万吨，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定价折扣一些商业的细节，但是呢就告诉大家这一次是用人民币来支付的。换句话说，人民币已经攻入了这个石油买卖的市场，现在占比是越来越大。另外粮食要
自主哦，因为日经哦也有一个最新消息说，中方取消了110万吨美国玉米的进口。原本是预定在4月下旬到5月中旬要购买这么多，可是这一下子取消了，恐怕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创哦，因为这相当于美国1年对于中国玉米出口量的7.4%，快要到1成左右。所以人家就想起来，这一2天有一个消息是说，北斗卫星来种玉米哦，河南的农夫讲到说啊，现在透过这个导航播种啊，直线偏差不超过2厘米哦，不仅便于这个打除草剂，还有后期的收获，机器作业的效率也提升了1.5%。也就是说，现在连粮食其实不见得都需要从你美国来啊，有更科技的方式让他们种得更快更好。就像是之前不是有这个养猪大厦吗？26层楼高，用生产 iPhone 的方式来养猪哦，就在鄂州的郊区哦，这样子用一个科技型的养猪的方式，预计每年可以饲养120万头的猪。不同的楼层还依照这个小猪这个生命的不同状态来分区哦，怀孕的母猪啊，还有这个猪仔区啊、哺乳区啊，所以这样子一个 iPhone 式的方式在养猪啊，就呼应了这个习近平之前有提到说，这个我们14亿人口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现在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事实上越来越紧张。我们刚刚看这个就是新华社这个发布的新闻稿啊，这种新闻的内容听起来真的让人有一点真的有点紧张。当然，那个翟先生开始讲就是说，秦刚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他马上就全部都转到秦刚跟布林肯讲什么，对不对？他说前面一段我们讲他说年初以来，中美关系遭遇新的挑战，困难的挑战，责任是清楚的，对不对？中方始终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等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接着他就讲，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关切阐明的立场，强调美方应予尊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呢，基本上谈的还是台湾问题。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新闻稿里面没有双方看起来就是各把自己最关心的丢给对方，然后说责任很清楚，就是你在搞。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再搭配这个习近平2次讲这个极限思维这个极限思维这个是新的一个提出来的。中国大陆对于外交还有这个两岸还有很多国际政治的一些论述极限思维就是上一次习近平在这个20大之后第一次中央国安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里面，他的出来后来发布的新闻出现极限思维。极限思维基本上照这个怎么讲金灿人的讲法的话，基本上就是警告战争的发生。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尤其两岸情势越来越紧张因为是美中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那所以我认为蔡英文的政府应该要了解现在我们的外部环境是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非常一触即发的。那我建议蔡英文这些人基本上要以台湾2200万人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为福祉要尽量让有一些这些搞不清楚状况，不断在刺激两岸关系，不断以为有美国人美国爸爸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些言行都要克制。这个情况真的我是真的是蛮忧心的。然后呢，我希望蔡英文政府起码要了解这个情况的这个严峻，要以台湾人的这个生命财产为最高考量，不要再去为了选举，不要为你那个搞台独的台独思维在那边妄言，在那边蠢动，这样子下去的话，真的对不起台湾人民。好，来问杨老师。这个今天早上的通话我看到美方的媒体的报道，都还是谈到接下来会去前往北京访问，也就在北京访问之前的通话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消息。可是大陆这边的报道却不是如此，因为在这个互相的这个通话的内容当中，非常强调台湾问题，而且要
分别的管控分歧，所以我觉得还是没有对上啊。但是这个电话本身一定有一些部分我们不是很清楚，大概等待后续他们这个持续的沟通。你记得吗？谢峰现在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在讲到去年习拜会在集团体之前，谢峰本人就进行了8次，加起来24个小时的对话跟准备，和他的对方的对手就是美国的那个国务次卿康达。所以类似像这样子，布林肯如果要去北京的话，之前一定有很多层面的这个沟通。那但是呢，这个很显然，这个沟通啊斗不拢，什么问题都不拢，双方的这个要的东西、要谈的东西斗不拢。尤其很清楚，这一次的对话看出来，那就是核心的台湾问题。但我们再看哈，我觉得现在加上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整个从去年到今年，尤其5月到6月初的。就是 RC-135跟那个中云号在台海、在南海，我觉得其实北京已经采取包含这个习近平所讲的做任何层面的这个准备哈，不再容忍，全面对抗，拒绝压迫，不怕冲突，已经有这个准备了，不再容忍就是你对我的制裁，你对我的这种就是说压制或者是挑衅，我不再容忍，我会直接对抗去。那然后呢，拒绝压迫，也就是各个层面，从科技战、贸易战到军事层面啊，到国际。那你现在还讲古巴这个东西，似乎也在操作。一方面是美国里面有声音要操作，要把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这个事情给黄掉；另外一方面也是来这个操作给予中国大陆这个压力。那你看那个《华尔街日报》的第2篇报道，他基本上已经认为把中国大陆在古巴的作为，就好像比喻为在1960年代的古巴飞弹危机，那这个划等号的，你知道？然后呢，不怕冲突，也就是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不怕冲突。可是你看到它全球的这个准备，也还是强化经贸、强化投资，然后呢，强化跟美国这边的这些企业家的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区别了哈。因此，在台湾的问题上，它还是以和平统一的一个诉求，但是呢，也准备了最坏的情况可能发生。那我们蔡英文政府呢，没别的好因应了，只好发了一个让大家都啼笑皆非的因应手册了。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这次接了电话了这个就是一个积极面了，这不是消极面。因为如果是消极面的话，就不会接电话。那既然接了电话那秦刚再度的把中国的基本的原则讲出来。那基本原则就是谢峰在美国机场所讲的基本原则，其实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你也可以说是老调重弹，但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是绝对不会退让，这个就是底线了。那底线有几个，就是3个原则：相互尊重。如果你不尊重我，那你别想我会尊重你。我想这个原则是摆得很明白了。如果美国在这点做不到，那就不用讲了。所以他就有提到了停止打压停止打压中国，停止对于中国主权安全的发展，那么要全部都停止，不能够这个干涉中国的内政。那台湾牌是你打不得。我觉得如果美国没有明确的回应，或是没有明确的讯号回来的话，那基本上布林肯到北京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是底线了。那所以如果说布林肯最后去了北京，那就代表这个底线，这个基本上美国尊重了。那在这样一个情形，因为中国已经一直强调中美的关系要走下去，台湾是第一个纽扣。那台湾这个纽扣就是说你美国打不得、碰不得，也玩不得。我觉得这3个摆得很明白。那当美国如果同意说好，那我现在不再玩台湾了，那民进党还玩什么？民进党就没路走了。其实这个态度就很明白了。那民进党一旦没路走的时候，那我们就问：那你侯友宜呢？你也没有两岸政策啊。你柯文哲呢？那这等而下之啊，那更糟啊。因为这个柯文哲最近讲的话是只有把两岸关系搞得更坏啊，而且已经被大陆直接。我看大陆的官媒已经直接就你的深绿的台独的真面目显露出来了。说他两面人了。那所以你是变色龙
这个两面讨好、两面取巧、两面得罪，所以你是不可靠、不可信，因此你的骨子里面是真正的台独。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圈好，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首先在我手上有这样的一本是我们国防部才最新发布的2023全民国防应变手册，厚厚的一本，我们还是用2面的这个列印的方式哦。这个是要做什么呢？这是我们快要打仗了嘛，它有很多就是我们要因应可能是像巷战一般的这种状态的时候记得带着这一本，然后呢，你才知道你接下来要怎么样辨认解放军的衣服是长什么样子啊，然后我们的国军是长什么样子啊，随身要带一本才知道你接下来该怎么逃在战争的时候只是又被人家发现说，里面很多事情很奇怪。比方你看看这边告诉你及时正确的讯息，给予你很多的连结。那不知道在战争状况下，我们应该这个要怎么样连结这个纸本我们也没办法用这样子点选就连接出去。那到时候真的有网络吗？这也是一大问题那还有这个急着在逃命的时候，我们有办法赶快这样子翻阅这厚厚一本48页之后的这样子的一本等于说应变手册嘛。那我们就接着来看一下这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现在国防部就建议民众要备妥个人的紧急避难包那紧急避难包里面还包含了这个手摇式的发电机还有呢这个备用的太阳能充电板。那太阳能充电板它就这样子随时你这样子就这样子随身带着，可以打开来，然后还接到手机上头。可是如果你都已经躲在地下室了，你躲在没有太阳的地方，请问我们要怎么用太阳能板？然后手机也不见得有讯号的情况下，我们做这个干什么呢？那所以我们看全动署就讲说这个倾向手持式的发电机啦，那这部分也在做这个紧急避难包内容的一些相关的研讨啦。所以看起来好像整个手册这个问题百出连这军事粉专 IDF 金国号都在讲说，这个大陆解放军这个大陆的国防部的官网都已经秀给你看这个照片了，他们的服装是怎么样，你抄都还抄错怎么回事给你范例都还抄错，这国防部是不是应该检讨检讨啊？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应变说停水停电要我们上网查，这到时候还有网路吗？NCC 又讲说这个面对台湾面对到这个状况，我们还有海缆还有卫星本岛还有无线通讯业者行动通信就我们有这个5家电信业者嘛，然后现在还虽然有整并但是到时候就算不能通电话，我们还有家用电话真的是很天真现在其实办家用电话的人都已经蛮少的，而且到时候线路还会通吗？不得而知再来这个预算不足，现在这个防空避难的指示说要用 A4， 然后纸要互备起来，这样的方式行吗？那警政署是讲说现在目前有2个县市是改为亚克力板其余的县市是用 A4， 然后加上互备，那未来会用 LED 指示灯。那人家讲说停电的时候，请问我 LED 我要怎么看？就是都已经停电，所以我们是不是自己本身都还没有，就是你说国防部也好，你说这相关单位也好，是不是都还没有做好这个战时的准备那还有地下室能够塞3000人吗？这个立委都质疑就说以立法院研究大楼为例，地下3层可以容纳人数居然高达3000多人，明显不符合实际状况。3000多人这样挤在地下室，不要说收讯问题了，你可能连这个呼吸都会有困难所以我们看看亮哥在讲，这感觉好像太荒唐了。他说这个应该是美国认为台湾的战备动员准备不足所以国防部才要做样子给这个国防部看，给美国看所以我们整个的手册的厚度是加倍的，现在变成48页那乌克兰会是明日台湾吗？当时乌克兰面对到战争的时候，一幕一幕大家都还记得，那时候停电。那怎么办？要到特定的地方还可以勉强上网，那还是初期后来就越来越难上网了。那停电的时候，甚至只剩下手机光。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什么对应什么 LED？ 这很困难，甚至难民都挤在地下室里头。地下室你说要怎么样接收
讯息呢？这都是一大问题哦。所以是不是整体来说，我们把战争想得太简单了？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蔡政府自己都矛盾了。吴钊燮接受 BBC 的专访说啊，台海的局势现在影响全球，因为全球50%的货物经过台湾海峡运往世界各地，而台湾又是半导体晶片的主要生产国，所以呢，这个台湾有事，全世界就有事啊，这个会影响到全世界啊。那王美花她这个接任金长之后，也首度访问法国，她讲到说，现在要对法国的产业界啊、银行界啊来说明哦，我们这个表达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来化解兵凶战危的疑虑，希望法商能够来台投资哦。可是现在法商可能意愿更高的是去中国大陆投资哦，因为之前马克宏也带队去了嘛。那再来，外媒也报了说，这个美国已经制定了台湾的撤侨计划啊。白宫回应是说，这个没有这相关的事情哦。我们来看一下3名知情人士讲说，美国的政府正在为居住在台湾的美国公民制定这些撤离的计划，而且已经至少6个月的时间，过去2个月都还一直在升温哦。那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说，拒绝就该计划直接发表评论。他说：“我们不认为台湾海峡的冲突迫在眉睫，不可避免，所以感觉上面只是不是正面回应，但是他没有否认说他们在做这相关的准备啊。那美国现在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跨区域的军演，它主导了像是日本、加拿大、法国的海军联合演习，在菲律宾海展开。那几乎同一时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2号的时候，也在欧洲举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部署演习。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亮哥讲到说，有一件事情很紧急哦，就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跟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在6号的时候，在日本海和东海进行这个相关的联合空中巡航，而美国的航母尼米兹号跟雷根号也同样出现在宫古海峡以东的区域，双航母的演练，这个要吓阻中俄两国。那8号的时候就有37架的解放军的军机进入到台湾的西南空域哦，所以中俄都出动了这个战略轰炸机，很严重。这个美国这样做就是要跟中国大陆对峙嘛，摆明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态势。如果真要做，就是这样的态势啊，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准军事出手嘛，所以不排除惊涛骇浪可能就要发生，因为之前歼16跟这个 RC-135的事情，还有中云号被大陆这个苏州舰这个逼近的事情，现在看起来惊涛骇浪是在眼前吗？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我觉得这个国防部的应变手册你要出的话你就认真一点，派一个真的你要找一个国际团体就是说有战场经验的嘛，或者说现在乌克兰最适合跟他们请教一下再出，就不会闹这么多笑话了。那这个手册说穿了基本上就4个字：闭门造车。写这个书的人写这个从拟稿到最后，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战场经验，所以这个书出了以后在网友被各界人士真的笑翻天了，对，真的是笑翻天了。他这个说实话，你要搞这个什么这个随身的这种太阳能充电装置，你现在就提供算了嘛，谁去到哪里去买啊？我说你讲了，我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啊，不知道你讲了就白讲嘛，对不对？你在那边讲的一个空中楼阁，我们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上，说到哪去买啊？对，我从来没看过了随身的这个太阳能的。然后呢，有一大堆战时的时候没水没电，要受伤了要去医院，要怎么样他搞了一大堆什么 QR code， 人家就说QR code， 我到时候连电都没有，网路都没有，我怎么扫 QR code， 对不对？我现在电池有电没错可是你整个网路都瘫痪了，对不对？乌克兰一开始就瘫痪战争乌克兰到现在慢慢也才恢复第3个，乌克兰你要看他们大部分打仗的时候，老百姓都躲在哪？都躲在那个地铁车站里面。你地铁车站有没有照里面摆一些这些食物摆一些这个才是你该做的。拿一些给老百姓还要怎么样？还要来认解放军的军服跟国军的军服。对，我跟你讲天气不好隔15公尺，我根本看不出来。连国军都分不出来。对，那你要这个国军要我们老百姓怎么分配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到时候一打仗，满街都是解放军对，是要准备要巷战还是如何？而且他图片还放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浪费公帑，莫此为甚。当然那个亮哥讲得很清楚基本上就是美国人在后面要的。
做这些东西做样子给美国人看，因为美国人做事很科学，一个一个什么 checklist， 你现在要准备啊，他讲说，如果现在就发生战争，你什么都还没有做，这是美国人做事方法，那就一个 checklist 10项，他说你老百姓准备不足，你没有给老百姓足够的讯息。不过哈，我跟你讲啦，国防部免了啦，你现在到坊间去看。有关战时应变手册，现在坊间已经有两三种不同的书了，我手上就有2套，对不对？写的比这个好多了，那个还是经过战场的，所以呢，我觉得啊，现在兵凶战危啊，真的是啊，我觉得啊，蔡英文啊，跟我们现在军方啊，比我们老百姓还怕，对，比我们老百姓还怕。那他们做这些事，就他们心里面真的在怕。另外一个啊。这个吴钊燮跟王美花2个人在怎么样？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有个鸟用。一个天天在宣传台湾要打仗，一个告诉别人说不会打仗。人家是听你这个国防部长，还是听你这个经济部长，还是国防部长？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外交部长，那个脸，那个苦脸，他都快成国防部长。你看到他你不紧张吗？你看他讲话那个样式，你还相信两岸和平吗？他那张脸就写的就哈。两岸情势现在非常紧张，不要再出去丢人现眼了啦。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一本当中哦，还有一页它特别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民进党政府非常在意哦，就说还有事实查核哦，在这种战乱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有很在意的说，你还可以用这个 LINE 的讯息哦，还有可以去 MyGoPen 的网站，还有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到时候你都还可以扫 QR code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战争的假讯息哦，到时候记得要这个战争的时候还要注意假讯息。然后刚刚呢，我们那个图片啊没有抓到这一个。相关的图片，所谓的太阳能的充电板哦，在这边，太阳能充电板还一条线这样子哦，可以接到你的手机哦，所以其实想的是非常的理想啦，就是我们到那边，然后像做日光浴，大家还可以出去打开太阳能板，然后滑滑手机哦，然后看看有没有假讯息，是这样子吗？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这2天有一个媒体传媒的民调，网络的民调12000人，最后一题居然谈到的是。有43.7%的人认为两岸3年之内会发生战争，而56%、57%的人认为美国会来军事协防台湾。好，而且大部分其实网络民调是比较年轻族群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民进党的认知作战之下的一个被洗脑。简单的说，当然3年之内发生战争，我们不知道，希望不会。可是呢，民进党的这一本所谓的紧急避难包应变手册，他就告诉你嘛，战争马上已经要来了。可是从整个内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显现，是整个国防部、内政部、NCC 完全准备不足，虚应交差。他谈到的这些军服，那是一个旧的07式的军服，已经换为新式的，就是21式的作战服。那国防部的回应居然是什么呢？我们滚动式的修正。那你为什么不之前滚动式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况？你是国防部是不是？你拿出来的一个应变手册完全错误，而且完全让人民啼笑皆非。那你不显现出你自己本身的准备不足，而且你的真正的这种紧急意识是完全的缺乏的。那你为什么弄这个东西？交差嘛。谁要你做这个东西？国安会嘛，国安会要国防部、内政部、NCC 这边做，所以这是个决策者的错乱，严重的错乱，然后呢，造成了你在传达狼来了，大家你看的民调，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在笑这个东西，可是现在民调还真的是告诉你，43%的，尤其是比较年轻族群认为，真的会发生战争，而且美国真的会来，对不对？我们回到1996年呢，是不是？那个时候，2001年发生就是 EP3的撞击的时候，美国真的后来派了小鹰号战机来，小鹰号这个就是这个航母，小鹰号航母是非核子动力潜舰，那个时候一个小鹰号就把大概整个亚洲镇住了。现在呢，还能玩这一套吗？所以国防部的准备不足，国安会来蔡英文整个这个决策者的错乱。我觉得非常严重。那至于谈到了中美的互试探底线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这已经很清楚，这是在
整个亚太的地区势力范围的重划，而且大陆已经采取的就是区域的近海的拒止，而且禁止拒绝境外的势力、境外的这些军舰，你采取这种试探的或者是挑衅的方式，在这个第一岛链，甚至将来到整个第二岛链的范围之内，那我觉得现在美国当然也是抗拒了，因此各自都是表态，当然不至于是第3次世界大战了，但是我觉得各自表态、各自试探，那这个会有持续的动作。这样发这样的手册，算不算是贩售战争恐惧呢？那当然了，不就喊着狼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都相信，可是真的有人相信狼来了，尽管他再怎么样的这种错误，再怎么样的好笑。好，赖老师。我们的国防部不会写这个应变手册，可以理解，因为连邱国正都没有打过仗。那台湾在过去曾经在遥远的过去，24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些炮弹落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有落过几次所以台湾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战争的经验，写不出这个应变手册，完全可以理解。美国人也写不出来，美国本土也没有炸弹落下来过，其实美国也写不出这个应变手册。美国是侵略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写应变手册，不是向美国人取经，因为美国人也写不出来。那要向谁取经呢？向被美国侵略的那些国家取经。例如说，美国去攻打阿富汗，造成阿富汗的战火连绵20年，所以应该到阿富汗去取经，到伊拉克去取经，因为美国人去攻打这个伊拉克，杀了几十万的伊拉克人，那也应该到伊拉克那边去取经，因为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战火的情况是怎么样。其实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乌克兰的经验。对，但是问题就是因为台湾很多人主张喊打喊杀，可是他不敢进入乌克兰的前沿阵地然后去那个地方做实地调查，他不敢做，他也不敢去，因为在安全的地方操作键盘喊打喊杀的勇气很够，到战场中那么经历俄罗斯的炮弹落下来，那他就没有这个胆量了。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说这些人就是一张嘴而已真的很应验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广告词说不要只下一张嘴那张嘴他跳得很厉害。好，所以我觉得应变手册不会写可以理解，但是不会写就不要写嘛，不会写还要硬编出一本。其实美国人也看不懂，因为美国人应变是硬编手册，对，硬编出来嘛，就不会写就硬编出来一本美国人也看不懂嘛，因为美国人也不会写嘛，因为美国人也编不出来，那所以两边都不会写，然后但是硬编一本，硬编一本对台湾有没有危害？有啊，因为当你一直在炒作这个战争的风险论的时候，那你一直在炒作这个战争风险论，那你会使外商来台湾投资，他会裹足不前他不敢投资对。他会思考说，会打仗，连耶伦都会提醒说，我善尽我告知之责，你们到台湾投资要小心一点，要想清楚。所以外商不来，那台商呢？台商要做长期的投资，他也可能会考虑再三哦。我觉得一直在炒作台湾的战争风险论，这个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对我们台湾的长远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好，你先休息一下，黄州马上回来。